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编程阿旭，欢迎大家观看这期视频。这期视频主要讲的是安卓开发中的 VPN Service。VPN Service 它类似于创建一个虚拟的网卡，然后可以设置 IP、DNS，可以指定对应的安卓应用走这个虚拟网卡。它可以用作于抓包啊，对于一些数据包流量分析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当前界面的话是左边是安卓开发工具，右边是手机投屏。我们先运行程序看一下效果，点击 Debug，然后我们访问一下百度，可以看到网页的信息已经返回过来了。我们清空掉，然后打开 VPN，可以看到 VPN 启动，然后再访问一下百度，可以看到下载速度变化了，说明它已经是走 VPN 了。我们这个软件不单单针对本身的应用，我们还指定了浏览器，所以说我们访问一下浏览器看一下效果。刷新可以看到页面是可以加载出来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下载速度，通过分屏的方式，我们刷新看一下，可以看到刷新的时候下载速度也跟着变化，说明它已经是走 VPN 了。我们说一下大致的原理吧。呃，大家可以看我打开浏览器，看我的个人搭建的博客，然后就是段序 online 这个网站，然后点击安卓开发这里，然后它的原理分析，访问百度的过程，呃，首先发送 UDP 请求，然后解析域名，获取到 IP 地址，然后使用 TCP 协议与该 IP 建立链接，然后获取网页数据。大致的过程是这样子。我们可以在 Windows 上抓包看一下。我们打开 Wireshark 这个抓包工具，因为我们访问的是百度，所以我们选择以太网。然后首先过滤，我们选择 DNS 协议。我们可以通过 Windows 上的 CMD 命令，然后发送 ping 3w 点百度点 com 来解析域名。可以看到域名已经被解析出来了，是后缀是177。我们看一下，刚才也是抓包工具这里有变化。那默认它是选择第一个177这个地址，然后我们得到了地址。我们现在是去找 TCP 流，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IP 去过滤 ，IP 点 ATTR，可以看到，现在这里面有四个包，这四个包都是 ping 出来的，就是刚才我们发 ping 的时候，它出这个四个包，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CURL，然后访问百度，可以看到抓包这边也显示出来了。我们暂停一下，然后我们我们看的是 TCP 流，所以说我们追踪一下，选择的追踪一下流，然后选择 TCP 流，然后关掉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界面的话，它是 TCP 流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
三个数据包，它是 TCP 的握手，三次握手，然后可以看这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是 TCP 的4次挥手，少了一次挥手，这没有完全接受。然后我们主要关注的话，就是关注 TCP 里面的 SEQ 和 ACK 是怎么计算的。主要这里面的数据我们可以通过工具类以及封装，但是它的那个 SEQ 和 ACK 我们需要知道怎么计算。就用这个第一次握手来举例，就是当发出这个第一次握手包的时候，我们第二次握手是怎么回复？它大致的计算是这样子的：当前的 SEQ 就是会变成对方的 ACK，然后因为是有 SYN 标志，所以它会加一，然后自自己的自己的 SEQ 自己的 ACK 就会变成对方的 SEQ，就是零。当 SEQ 是零的时候，它就是对方就是可以随便取一个值，因为初始化他是不知道对方的值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，看他是不是这样回的。可以看到它的 SEQ 是他自己自定义的值，然后它的 ACK 是不是刚才的 SEQ 加一？可以看到它是之前是378，然后变成379，所以说它是加一了，确实就是这样计算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13次握手它是怎么计算，也是一样规则，就是当前的 SEQ 会变成 ACK，然后因为它是带有 SYN 标志，所以会加一，然后这里的 ACK 也会变成对方的 SEQ，刚才是零，现在它不是零，所以说就是这个值。那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，可以可以看到这是 SEQ，就是对方的 ACK 嘛，就是379，是不是对得上379？然后这里的 ACK 就是刚才的 SEQ 加一，就是438加一439，对，就是这样计算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挥手的吧，比如这个挥手包，然后它计算的方式也是一样，这个当前的 SEQ 也会变成 ACK，然后因为它这有个 FIN 标志，所以说它会加一，然后这里的 ACK 会变成 SEQ，然后那个具体数值是不变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，它是不是这样回？应该是这个吧？是不是都会变成67？不是这个包，那就是这个包。可以看到是769，
769，然后107，因为它加一了嘛，所以说就是106加一107嘛。这种挥手和握手计算都是一样，都是加一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带有数据的是怎么计算。这个带数据的话，它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当前的 SEQ 会变成 ACK，然后这里的 ACK 就会变成 SEQ，然后因为它这里是有数据的，这没有接到数据，没发下去。它这里的 SEQ 就是 ACK 嘛，ACK，然后这里的 ACK 就是 SEQ，对方要回应的 SEQ，然后这里有这里因为它有数据，所以它会加个464，464加起来的话就是379加464，大概就是3843吧，应该是843。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它是这样回的。可以看到它的 SEQ 就是对方的 ACK 嘛，就是不变的。然后它这里回应的话，就是加了数据，就是变成843，就是按照我们的这样计算。我们可以总结分析一下，就是如果它呃数据包里面带有 SYN，它会加一，还有 FIN 它也会加一，就带这两个标志都会加一，然后里面有数据的话就会呃加上数据的大小，这就是 SEQ 和 ACK 它的回应是怎么计算的。看我们看一下源码吧。呃，这个源码的话，看一下界面的话，这清单里面有设置权限，然后还有个 server，主要就是这个买 VPN server 这个类。我们看一下界面的话，因为界面的话就是简单拖一下控件，然后再给它设置事件，这不复杂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买 VPN server 这个类吧，它主要是启动 VPN 这个方法，就是这里会六个创建一个虚拟网卡，然后可以设置 IP，然后选择拦截的 IPv4，然后设置 DNS，然后指定应用，我们是现在指定了本机应用，还有浏览器嘛。然后下面就主要就是通过这个方法这个类去解析数据包，它实现了 Runable，然后通过线程去启动。我们点击看一下，然后里面的话，这个是一个主设队列，主要用来写数据，然后3个固定的线程词，然后这个map 是用来装每个链接的 smoke，然后这里是主要是上传 Windows 上的共享目录，然后是为了分析抓包。我们看一下这 run 这里是怎么执行
这里是开启一个线程去，就是写到 Windows 共享文件中，主要是这两个读和写线程。读的话，它是我们通过买 VSOS 那里可以拿到盘符，然后通过文件的输入流去读。这个读的话会阻塞，然后读完了数据就通过这个方法去分析，可以看到有我们有个 king 去判断，get king 去判断，get king 的话，因为它是有 TCP 和 UDP，它两个都是可以共用端口的，我们就加了前缀去分开，然后使用语言端口去判断，因为语言 IP 是一样，我们就只用语言端口就可以了。然后判断这个 king 有没有，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根据 IP 包里面的字段去判断它是不是 TCP 协议。是 TCP 协议，我们就创建 TCP 链接。如果是 UDP 的话，我们就创建 UDP 链接，然后加到 map 里面。然后因为它两个链接都是实现了这个解析 IP 包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UDP 的吧，UDP 比相对简单点。UDP 解析数据包的话，它直接把数据包加到那个队列中，写入的队列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属性，主要它是这里有个 UDP 的 smoke，还有写的主色队列，两个读写，filter，然后看一下构造方法。首先，它会呃创建 UDP 的 smoke，然后加到 VPN 保护中，让它不走 VPN，然后设置超时时间，然后运行读写线程。看一下读的吧，读的话它就是循环阻塞，然后去读取 UTP 包，读到的 UT 包，然后封装成数据，封装成 IP 包，然后写到 VPN 虚拟网卡中。写的话也是一样，呃，也是循环读取主主色这些，然后发现有数据的话，拿到数据，然后直接通过 UTP 的 smoke 中发送过去就行了。这个 UTP 相对就比较简单些。我们再看一下 TCP 的吧。TCP 的话相对会复杂一些。我们先看一下上面的属性，上面属性也是有一个 smoke，然后也是有个写的主色对联，就是两个 filter 嘛，读写 filter，然后它也这里多了个结束标志，发送结束标志，因为读写线程都可以发这个标志，所以说用个安全的布尔类型去，然后下面我们需要维护 SEQ 和
ACK 嘛，所以说我们得自己维护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解析 IP 包，首先它是第一次握手，第一次握手我们会判断一下 smoke 存不存在，不存在的话我们就创建链接，创建链接的话也是通过六个 smoke，然后绑定端口，然后加到 VPN 中，让它不走 VPN，然后开始链接。链接成功之后，我们会回复一个就是第二次握手。回复完之后，我们就开启读写线程。读的话就是我们从 Smoke 里面就是主摄去读 Smoke 数据，有数据的话，我们就会封装成 IP 包，然后写到 VPN 的虚拟网卡中。这个就比较简单。然后下面它这里是如果因为读读的流关闭之后，说明这个链接关闭了，我们需要发送关闭标志。如果没发送，我们就要发送过去，发送这个发送到 VPN 的虚拟网卡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不是第一次握手的时候，不是第一次握手，它发送重置标志，重置标志的话，就是认为这个链接是被重置了，所以说我们就关闭链接。然后如果 smoke 等于 none 的话，说明这个数据是有问题，我们就发送重置链接到 VPN 的虚拟网卡中。这里判断一下有没有数据，有数据我们就直接加入到写的队列中。如果我是有结束标志，我们也把它加到写的队列当中。但是它这只是那，我们看一下写这里，写的话，首先它会有个防止重复写入，然后我们可以拿到 TCP 里面的数据，然后直接通过 Smoke 方式的 Smoke 的输出流写进去，写完之后，我的休眠是为了让 YSock 那边抓包看起来好看。写完之后，我们得告诉 VPN 那边说我们已经写完，所以说给了回一个 ACK 给他。然后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结束标是不是有结束标志，有结束标志的话，我们就发送，我们就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发送过结束标志给他，没有我们就发给他，有的话我们就回复 ACK，然后关闭链接。整整个过程的话，代码就是这么多，主要代码就这么多。然后这个这个类主要是为了封装TCP 和 UDP 的数据包，然后主要是封装完之后写到 VPN 中，然后这个类的话，主要是为了上传那个每个数据包给那个 YSock 是抓包分析的，上传到我们 Windows 电脑，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我们的共享，可以看到我们打开最新的双击，可以看到大多数都是白色的，没有黑色的。
看起来就是比较好的，因为有黑色的话代表它就是乱序的情况，看起来比较好。关闭。然后这里整体的代码的话，因为我们全用的是 Java 代码，然后对于 TCP、UDP 都是用基础的 Smoke，为了方便学习，呃，后面可能会用到 Net，然后它是 NIO 的嘛，具有高性能，可能换到 NI 就是 Net 中。欢迎大家观看这期视频，主要内容就是这么多。